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关于我们考这个证书的意图，无非也就两个，要么是为了增加一个被动收入，要么就是为了在工作上更进一步。关于证书兼职，不少朋友在拿到证书之后，由于社会人脉资源小的一个原因，大多数会找到一个中介来帮助找适合的用证单位。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讲一下，并不是一切的中介都是讲诚信的，还有一些黑中介。之前的视频我也给大家简单的讲过中介坑，今天我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下证书挂靠会遇到哪些坑，怎么避免黑中介暗藏的坑。在讲之前呢，请允许我先来个小广告。我的频道是专门讲被动收入项目实现财富自由的。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，请点赞并订阅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这期视频有帮助到你，也请点赞并订阅。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第一呢，就是两端吃钱。两端吃钱的中介呢，早些年是这样，现在其实也有。一边在工程师群里边平台打些广告来收证，一边就是到处卖证。卖证也是批量的，用证单位的质量无法把握，或者是到最后呢，注册到哪儿我们也是无法把握的，还拿不回证。其实关于兼职，一般中介收取到证以后，他们一般是从用证单位来收这个中介费的，但两端吃钱的中介会给工程师报低于市场价，从工程师那儿再吃差价。其实真实的价格比中介告诉你他们所谓的市场价要高很多。用证单位出价是从网上或者是中介那儿听到的价格，即使价格有问题，其实也都能接受，因为他们用证要紧。许多小伙伴在兼职前，会从各种途径来了解信息，来防止这个忽悠掉。知道越多，相对越不容易被坑。但也有的中介会潜伏在这个工程师的群里边放一些这个利空的消息，以便后面方便收割。其实这种现象也有很多。第二呢，就是不让你和公司直签，凡是要求和中介直接签合同，直接不予考虑。现在有许多朋友们由于不明白，又想图省劲儿，直接就把证书交到中介或者是猎头那儿。和他们签合同，与中介签合同，其实这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方法。到最后呈现的状况很有可能是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证书兼职到哪一个单位，出现任何问题你都不知道找谁。当你想取回证书时，你也会遇到下面的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中介还在，中介还能找到人。他告诉你你的证书在哪哪哪，然后让你去找这个企业。这个时候你的证书其实并不能立马拿到，由于中介把你的证书拿到之后，他不能立马的去注册，因为他没有资质嘛。他们把证书收回来，隔上多少时间以后再卖给其他的施工单位，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时间差的一个问题。第二种状况呢，就是你要求续费的时候，这个中介公司和这个人都已经不在了。在这个时候你直接去找企业，企业一般也不会太搭理你，企业出钱也不是那么痛快的，甚至想找一些软柿子捏一捏。咱们都知道这个注册工程师在转出，有必要是经过这个转出企业人员处理后才行，不然你的这个证书是转不出来的。所以这种状况的呈现会让你陷入一个很窘迫的一种情况。眼看着证书就在这个单位，不但转不出来，并且1毛钱都没有。
当然，这可以通过主管部门投诉，或者通过这种司法手段来举证用人单位非法挂靠来解决。当然，这也是有很多弊端的，之前我也有提到过，后边我也会再讲。第三呢，费用从注册或公示后，是中介早些年喜欢搞的一些名堂。关于这点儿，但凡了解状况的朋友都知道，是从签协议的时候算起。第四呢，就是各种理由，就是压低这个价格。每年出证的时候，中介都会用各种理由压价。常用的拖延就是本年考过的人特别的多。其实不论什么状况，关于明白不明白都要多问，这样才会更有利于咱们自己。关于找公司这事儿，其实不能太着急，特别是初始注册的人比较着急。各种途径都要主动的去查验，不但是钱的事儿，遇到黑中介或者黑企业，到期转不出更费事儿。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，用证企业的各种信息在网上都能够查到，可以查到该企业的信用信息，包括一个工商注册的年限，有没有经营异常，人事招聘的一个情况，投标中标的信息，承接过哪些项目，对吧？还有就是甲方，也就是建设单位怎么样，或者你可以直接到这个公司去踩点等等。最后咱们要认清一个问题，比起你，中介更甘心跟企业站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是长期合作伙伴，中介的钱都是来自于企业的。证书监制黑中介的坑其实还有很多，上边我给大家说的呢，仅供大家去参考。跟着国家的政策的不断完善，人证合一这个迟早会完成。但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工作、研究被动收入项目的人来说，其实影响并不是太大，因为咱们的工作也是唯一性嘛，社保唯一，对吧？另外的话，咱就是必定要看清黑中介的套路，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，这才是根本的，尽量避免出现上面的情况。如果大家感觉这期视频有帮助到大家的话，也请点赞并订阅。后边的话，我会坚持不断的去更新新的内容，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走丢。谢谢大家。